大家好，欢迎来到 Flyboard 小郑的频道。今天是2025年1月5号，星期一。本来我们上期节目说给大家录一期关于这个加密货币还是这个港卡这一类这个教学视频啊，但是今天突然事发突然，博主决定临时给大家先录一期节目，就是博主今天在看老周恒梅那个节目，真的是感触非常深啊。他告诉你这个穷人之所以为什么穷啊，他其中他列了这个7、8点，后面我以后这个视频再给大家总结啊。他其中提到一个观点，其实非常深刻，他其中说就是如果你不能让你自己产生这个税后收入啊，就睡觉的税啊，不是那个交税的税啊，就你如果没有产生税后收入，你就注定这辈子是个穷人。那么产生这个税后收入有什么渠道呢？他其中提到了这个有关这个房地产。比如说你买个房子，你把房子租出去，这属于这种税后收入。写本书，这个卖书，这也是这个税后收入。或者是你搞一个付费社群，搞一个知识付费去卖课，这个也是这个税后收入啊。他其中还提到有几点非常重要的这个税后收入，就像无数这个投资人里面让你说的那个，你去投资这个无论是这个美股或者是加密货币，他没有说这个加密货币，他就说这个美股。他说，如果你这个拿不定主意，你每个月这个定投纳斯达克就可以。如果你找不到这个投资美股的这个途径的话，现在这个支付宝你就有这个投资美股的途径啊，就是相当于是 DQI 基金，这相当于是国内允许你合法去投资境外的这个股票的一种基金啊，就 DQII 基金这个就相当于是，当然你这个钱是在国内的，你其实钱没有出去。这其实就引申到我今天想讲一个话题，就博主之前说要办这个就境外的券商的一个账户，因为我们在去年的时候，一个群里边有说这个香港那边能办这个长侨证券这真的非常坑啊！这博主之前想过办这个长侨证券，当时也把这个钱都拿出去了，当时也准备这个入金，但后来是因为博主学这个纯粹你投资股票啊，这首先这个它相当于是。股票呢，就相当于一大堆那个生态金融系统，你需要这个学习，你不可能你个真金白银，你随便这个冲进去美股，你随便就买2只股票，而且那个操作界面就看起来非常复杂。所以博主今天就重新又开始看那个就相当于是长侨证券，但是我发现这真的大变天，自从这个相当于2025年10月份之后啊。这直接就变天了。现在像这个长侨证券都开始这个不允许这个大陆注册。我今天去搜了一下这个长侨证券的一个注册途径啊，我看有人在这个小红书上边说这个长侨证券，有人在这个12月份的时候，他点那个无论你开这个长侨香港或者是长侨新加坡，这都不允许这个大陆用户注册了。他现在那个界面直接就没有个申请一个途径了。我看有人在问，相当于现在这个很多这个香港那边的这个海外券商。就直接就封死这个大陆用户去注册海外券商的一个机会了。我靠，这真的是非常之坑啊！那相当于是你以前注册那个账户，你相当于就能注册进去。但如果你以前没有注册进去这个账户，你就相当于没有注册进去，这真的非常恶心。这相当于如果你没有上车的话，这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我看他们说这个好像现在这个盈透还是有机会的博主得抓紧时间去研究一下这个盈透，看一下怎么开征盈透这个券商账户。我看是说这个相当于港美股终身免用，但是你这个金额要到达一定程度之上。我们先到时候先把这个账户先开下，到时候再研究一下这个港美股具体怎么操作，到时候再给大家复盘。也是得益于这个，就是我说那个老周恒梅他提到的这个，就相当于是你普通人想要脱贫，这其实这个股票市场其实也就是这个。脱离于你个人劳动出卖时间之外的一种这个收入渠道，它完全不依赖于你这个个人劳动去向资本家获取一个报酬。这个金钱在这个资本市场给你赚钱这其实非常夸张最近大家如果投资国内的 A 股，大家其实心里都有感触。最近这个有色金属这个涨得确实非常疯了，一天几个点。假设你这个重资本投入，这其实你的收益其实非常可观。你想象一下，如果你给这个有色金属这个市场里边你投个100万，一天就2万块钱，这其实非常之夸张。我看那个老郑恒梅他其实也提到了，那个人真的是非常牛逼，斯坦福计算机毕业，从事这个计算机，然后就搞这个金融金融在上海也是这个，相当于在这个21年房地产高位数直接套现，上海套房卖3000多万，带这个钱就直接润去这个新加坡
他现在也在这个视频中提到一个观点，就他到时至今日，他也是这个直接是贷的这个瑞士银行的这个低贷款利率，再加上其他录了几个贷款，他相对利息都比较低，拿这个利差去加大自己的资金杠杆去搞一些这个美股里边的一些这个情况，其实我感触非常深啊。确实，这个资本重资本下来，这其实非常夸张啊。他现在每天干就这个炒股和这个做自媒体视频，确实非常厉害。而且你看他用的那个 Excel 表格，那用的真的是出神入化，什么这个负债表、现金流表，什么各种这个股市分析表，还有那个各个这个股票的一个叫收益情况。确实非常量化，而且是他有一个说自己做自媒体，有个对标频道，1年涨粉50万，确实现在也做到了，确实非常夸张，涨粉非常凶猛。我觉得这个博主确实也是非常的有干货，我觉得关注他多看一看他这个内容，确实很能提升自己，无论从这个财商和这个对世界认知的一个情况，确实很有用。所以这个也就是今天研究了半天，我也是在那手机 APP 上看了半天。我当时把那个长交证券切到这个境外那个账号，也重新下了一个长交证券啊。下之后，我发现，你这个手机号填直接就进到那个软件里边去了。但是点来点去，我感觉不太对劲，因为我看网上这个注册流程非常复杂，还有什么这个海外的之前是有你有什么这种存量证明，相当于24年之前、半年之前你要有这种其他券商一个炒股经历。后来是改成你必须要这个海外生活。必须要海外住址证明、海外工作经验。这个搞完之后，现在11月份之后直接不给大陆注册了。而且我看另一个博主，那个是专门做这个各种开卡他就是现在是甚至有香港有些这个银行包括这个券商，就是你已经开完户之后，直接就把你清退了，这非常夸张，就给你1天时间让你直接滚蛋，把你这钱里边全部提走，提不走之后这未来有多麻烦，这其实非常夸张。博主之前也尝试过办那个 OCBC 银行，我不知道屏幕面前的各位这个观众知道不知道 OCBC 啊 ？OCBC 就是一个香港、新加坡国立银行，那个其实之前也是大陆能注册，但是我当时那个护照死活注册不上，当时也跟打电话去这个新加坡，和那大马的妹子那操着一通这个英文也听不懂啊！我记得我就跟他交流了半天，最后实在说不通了，就给他说一句 If I still have question, I will call you back, call your phone again 。我如果还有问题，我再给你打电话。就说了这一句吧，我估计他能听懂。他说什么确实听不懂，就很费劲啊。当时还好，这个博主这个就新加坡国立银行 OCBC 没开通，没成功。后来我看他们后来这个网上有很多这个博主，他们其实也都是开了这个新加坡 OCBC 银行。当时就是新加坡国立 OCBC 银行直接给那些所有这个中国大陆用户发了一个通知，就是但凡你这个在这边注册的，你里边还有钱的，清退一切这个中国大陆用户，这就是非常坑。就相当于是他突然不给提供服务了，你钱取到里边，你相当于你钱在里边，你需要立马这个取出去，这就非常麻烦。你说如果这个近点还好，比如说在香港你过境就可以，现在就直接在新加坡，你去一趟这个一来回5000多块钱，这其实也划不来，这其实非常坑啊！我感觉现在这个海外这个政策在收紧，博主也抓紧时间把这个海外这个券商研究一下好像这个盈透也是这个规模比较大，而且手续费比较低。我今天也看了，它其实分一个手续费和这个平台费其实比较高，包括它每股抽的这个每股抽的这个佣金，这其实也都有，博主到时候仔细比较几家，选一个比较合适的办下来，到时候给大家推荐一下。包括博主如果线下去香港那边去徒步，有些这个开卡经验，开这个券商经验，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像之前去办那个中银香港和这个汇丰银行的卡，博主当时不是也有很多这个踩坑经验，也给这个大家频道里边人都分享了一下。我看大家其实也有很多问题。那确实，你要在这个前人的这个经验上面，这个才能这个更少这个踩坑啊。好，今天这个节目就到这里。这博主突然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突发情况，就真的太坑了。你想一下，去年25年这个中旬没有办那个券商的这个账户，现在再去看这个门已经彻底关上，焊死了，这办不了，这真的非常坑啊！也不知道未来这个康桥会不会这个清退这个大陆用户。你像之前那个币安，还有这个老虎。
还有这个富途牛牛，这些全部都是这个清退大陆用户，这确实非常坑啊！哎，这确实太难了。好，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欢迎大家这个点赞、评论、转发，欢迎订阅此频道。您的支持是我最大更新的动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夜深了，大家要早点休息啊。